谁能想到，堂堂一个北方诸侯国的君王，竟会主动把王位让给宰相？这听上去像一场政治美谈，实则却埋下了灭国的祸根。这就是战国时期燕王哙震惊天下的禅让风波。燕国是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一个诸侯国，燕王哙是其第38任国君。他继位后的第3年，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，就是将燕国国君的位置让给相国子之，同时收回重要官员的官印，交给子之，听凭他任命。子之由此掌握了燕国的军政大权，但太子平等旧贵族对此十分不满。公元前314年，燕国将军和太子平起兵攻打子之，燕国发生大乱，齐国趁火打劫，以平定燕国内乱为名打击燕国，杀了燕王哙和子之。燕国面临着灭国的危险，但齐国此举不但引起了燕国人民的反抗，同时也引来中原各诸侯国的联合对抗。迫于形势，齐国乘燕国撤兵，燕太子平继位，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燕昭王。复国后的燕国经过内乱和齐国的攻击，实力大大削弱，一派残破的景象，土地荒废，百姓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。燕昭王在燕国最破落时继位，决心奋发图强，使燕国强大起来，报齐国破燕杀父之仇。他深知燕国百废待兴，要想强大起来，最需要的就是人才。但是怎样才能让人才像百川归大海一样来投奔他呢？他寝食不安，苦苦思索。后来有人给燕昭王提了个建议，说郭威是个很有见识的老臣，不妨去征询一下他的意见。于是燕昭王亲自到郭威的家中，诚恳地向他请教，说齐国趁人之危，借内乱攻破燕国。我深知现在的燕国国力衰弱，是不可能报仇的，但是如果有众多的贤才相助，就能征信燕国，以雪先王之耻。请教先生，我该怎么做？郭威回答说，把贤人当老师，能成就帝业；以贤人为友，能成就王道大业；能任用贤人为臣，就可称霸诸侯。而让贤人去当仆役，就是快要亡国的征兆。身为君主，如能履行下士，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弟子，甘于屈居下位，接受教诲，贤能之人见您求贤若渴，肯定会纷纷来投奔你。燕昭王说，我该如何开始呢？郭威沉思片刻，说，请允许我先讲个故事吧。古代有位国君非常喜欢千里马，为此不惜一掷千金，可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仍旧没能买到。宫中有个侍臣听说在某地有一匹真正的千里马，只是那里路途遥远，于是他向国君自荐，要求让他携带着1000两黄金去把马买回来。国君欣然应允，侍臣带着金子在路上一走就是3个月。等他到了目的地之后，才得知那匹马已经死了。但既然千里迢迢而来，没有道理空手而归，于是侍臣就花500金买下了那匹马的马头，带回去复命。国君一见马头，勃然大怒，斥道：我要的是活马，如今你却给我带来一个死马的马头，还用掉了500两黄金。侍臣从容不迫地回答：天下人知道死马的马头，您都愿意花500金来买，还不争相把好马给您送上门来吗？君王半信半疑，无话可说。但是仅1年的功夫，就有人送来3匹千里马。讲完故事，郭威停顿片刻，接着说：大王想要招财纳士，不妨把我当成千里马的马头。天下人得知连我这样才能平常的人都能受到敬重，还不能明白您求贤若渴的心情，纷纷来投奔您吗？燕昭王深受启发，回去后马上下令为郭威建造房子。建成后，又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，把郭威接了进去，自己也拜郭威为老师，向他请教，对他非常恭敬。昭王还修筑了一座高台，台上放几千两黄金，赠给前来投奔的贤士，以便吸引天下贤才。
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台。消息传开，各处有才干的人相信燕昭王真心诚意想要纳贤，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，其中包括武将巨星、谋士周延、乐毅、屈庸。一时间，燕国人才齐聚，济济一堂。周延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阴阳五行家，周游各国都受到礼遇。燕昭王迎接他时，用自己的衣袖裹着扫把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打扫前面的道路。周延入座，昭王主动坐到了弟子的位置，以表示把他当老师一样尊敬。这样，燕昭王爱贤敬贤的名声更加疯传，更多的人争先恐后的投奔燕国。燕昭王打开国门，不拘一格广招人才，除了那些贤能之士，还收纳了很多与齐国有仇，或是熟悉齐国地形和国内情况，善于调兵遣将的人。对这些人，昭王以礼相待，并给予优厚的赏赐，为日后攻打齐国储备力量。在众多投奔燕国的能人志士之中，才能最突出，对燕国贡献最大的就属乐毅了。乐毅是名将乐阳的后人，深谙运兵之道，博闻广记，才学出众，曾在赵国为官。为了躲避赵国内乱，到了魏国，他听说燕昭王正广招贤才，便萌生了投奔燕国的想法。恰巧乐毅要代表魏国出使燕国，受到昭王恭敬有礼的接待，乐毅为此感动不已，于是决定留下来报效燕国。燕昭王任命他为亚卿，执掌燕国的军政大权。乐毅改革内政，整顿军队，不遗余力地协助昭王治理燕国。同时，昭王在国内吊唁使者，抚恤生者，派人去祝贺即将生育的夫妇，和百姓同甘共苦。燕国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，立志要找齐国报仇。燕王带领燕国百姓，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，经过28年兢兢业业的奋斗，终于使燕国逐渐殷实富足，积蓄了相当强的实力，而且百姓间也培养出艰苦奋斗、立志求强的风气。燕国的国势蒸蒸日上，此时的齐国却对内横征暴敛，对外穷兵黩武，内忧外患重重。燕昭王觉得燕国已经具备攻打齐国的条件，而且时机也已成熟，于是决议举兵伐齐。公元前284年，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，联合秦及韩赵魏攻打齐国。齐闵王倾尽全国的兵力仓促应战，但因为齐国连连征战，军队中士气低落，无力抵抗声势浩大的联军。齐国大败，齐闵王率残部南北出逃，燕军乘胜追击，单独痛击败军，连克齐国70多座城池，攻下齐都临淄，烧了齐国的宫殿和宗庙，最后只剩下了居和即墨2个城还在齐国手中。燕军大获全胜，昭王十分高兴，亲临战场犒劳军士，封乐毅为昌国君。燕国战胜了齐国，接着昭王派燕将秦开攻打东北部的东胡，迫使东胡后退了1000余里，使燕国的领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一带。同时，燕国还向南进军，占领了许多中山国的土地。在昭王的治理下，燕国终于跻身于强国之列，步入黄金时代。自燕国拿下齐国70多座城，齐国只剩下居和即墨2座城。这时，一个田齐曾氏远房的亲属，名叫田丹，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吏。由于战乱，他和家人逃到了即墨。紧接着，燕国出兵攻打即墨城，即墨大夫要出城迎战。田丹劝他说，齐国现在兵力不强，不宜出去与敌军交战。这个大夫不听田丹的劝说，结果战败被杀。接着，众人推田丹为将军，守卫即墨城。田丹上任后，为了扩充军队，他把自家老小也编入队伍。城里很多百姓都很敬仰他，再加上田丹为人忠厚，品德高尚，因此大家纷纷找他报名从军。很快，即墨城的士气就旺盛起来了。
燕国大将乐毅率兵攻打居和即墨，整整围困3年，也没有攻下来。即墨是一座难攻易守之城，而且还有充足的粮食供给，因此乐毅想要打持久之战。田单料到乐毅的计划，也知道他是善战的大将，料想燕军只要有乐毅在，就迟早会攻下即墨城。田单眼前的事情就是除掉乐毅，于是他派人到燕国怂恿与乐毅不和的官员，说乐毅的坏话。果然有官员对燕惠王说，乐毅半年之内就打下70多座城，现在3年了，却连2座城也拿不下。他恐怕是想要自立为齐王。听了这话，燕惠王撤了乐毅的大将职位，任命齐杰为大将。看到燕王果然中计，田单长舒一口气。乐毅本来在燕军中很有威望，他被突然换掉，很多将士都心里不服。齐杰上任后，立即下令燕军把即墨围上好几层。几天后，燕军听到老百姓说，以前岳将军太好了，抓到俘虏也会好好对待，齐国人才敢打仗。还有人说，我祖宗的坟还在城外，要是燕军把坟刨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齐杰听到附近百姓的谈话，立马派人把这些百姓的鼻子削去，还把那些人的祖坟都刨了。即墨城里的人听到这事都很气愤，纷纷要求田单率领他们出兵与齐杰大战一场。这时，田单打发几个人装作即墨城里面的富翁，让他们夜里偷偷的给齐杰送去金银财宝，并对齐杰说，即墨城里面的粮食快吃完了，没有几天就要投降了，到时候将军打进城的时候，一定要保全我们一家老小。齐杰高兴地接受了财宝，心想，即墨城里没有粮食，看你们能撑几天，我也不用发兵，过几天你们就乖乖的来投降吧。于是他放松了警惕，晚上也放心的睡起大觉来。几天后，田单挑选了1000多头强壮的牛，并在它们身上画上奇怪的纹样，每头牛的牛角上还绑着2把刀，牛尾巴上也系着一捆浸了油的尾束。夜里，田单命人迅速凿开10几处城墙，把牛群赶到城外，将牛尾巴上点上了火。这时牛尾巴着火，受惊的牛立马分了一班向前面的燕军兵营冲去。接着齐军5000人拿着大刀向敌营杀去，而城里的百姓则都拿起了铜盆，铜器敲起来。此时燕军还在熟睡，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呐喊声、敲打声，急忙起来。燕军睡眼朦胧中看见一片火光，还有长相诡异的怪兽，很是惊恐。燕军一片慌乱，许多人来不及抵抗，就被牛角上的刀扎死了。还有很多燕军是在混乱中被自己人踩死的。这时田单下令乘胜攻击，齐军奋力杀敌，侥幸活下来的燕军本想驾车逃走，结果被齐军围住杀死。齐军获得大胜，因为田单的巧设火牛计，齐国才避免了一场灭国的灾难。公元前279年，田单打败燕及诸国军，收回了齐国被夺走的70多座城。当时齐闵王已被敌军杀害，田单找到藏在百姓家中避难的齐闵王的儿子田法章，拥其继位，这就是历史上的齐襄王。齐襄王继位后，田单被封为相国，后来齐襄王又把全国的兵权交给田单掌管。田单加紧整训军队，齐国日渐强盛。